他是被情妇举报而落马的一把手，同时也是打破全国最年轻市长记录者。为了升官，他跑官买官，做风水局。他贪恋女色，包养8个情妇，却因分赃不均被情妇举报。他就是贪腐1.07亿的巨贪，黑龙江省鹤岗市委原书记张恩亮。1970年，张恩亮出生于黑龙江望奎县的一个干部家庭，其家族成员在当地颇具影响力。18岁那年，他考入黑龙江省粮食学校财会专业。1990年8月，刚满20岁的他被分配到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当科员，每天和账本报表打交道。他明明学历平平，但是升迁之快令人咂舌，仅工作2个月后便升任经销处会计，接着2个月后又升任粮食局团委副书记。不要说他有什么显著的政绩或工作能力，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恐怕连工作内容也没有全部熟悉。张恩亮就这样一反常态的一升再升，此后整整5年，他一直担任粮食局团委副书记一职。这个时期不是张恩亮没有升迁的机会，而是所做的工作让他觉得有些无聊。此时正值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，大量政府机关人员下海经商，利用人际关系赚得盆满钵满。张恩亮也生出了这种想法，因此拒绝了升迁的机会。不过因为家庭的关系，他最终没能成功下海。5年的时间里，他3年的时间都是在攻读黑龙江商学院成人教育财会专业。结业后，他又攻读了党校函授的东北林业大学会计学专业，所以他并没有可圈可点的政绩。即便如此，1996年12月，他还是被提任粮食局办公室副主任。此后，张恩亮又开启了火箭式升迁。半年后的1997年5月，张恩亮破格从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升任审计局副局长，由副科级跳级至副处级。此时的张恩亮刚刚27岁，权力的巨大提升让他体会了从政的快感，也让他找到了人生方向。2000年8月，张恩亮又上演了跳级的戏码，从办公室副主任转身成为了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，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，正是跻身权力核心。这一年他才30岁，这样的升迁速度，比爽文小说的主角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回顾张恩亮之前的经历，他竟然从来没有过正级干部工作经历，也没有亮眼的政绩，更没有突出的工作能力。从政的10年里，其中6年都在刷学历，让人不由得疑惑张恩亮是如何快速晋升的。坊间传闻，这背后与其家族在大兴安岭官场的根基密不可分。此时，张恩亮又开始了刷学历镀金的操作，他开始攻读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，并在结业后继续攻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，并获得农业推广硕士学位。2008年，张恩亮的职业生涯再进一步升任团省委书记，成为正厅级干部。此时的他被媒体称为政坛新星。然而更令人瞩目的是，2011年他以41岁的年龄出任黑河市市长，刷新了全国70后地级市市长的纪录。此时的他可谓是组织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作为刷学历镀金狂魔，张恩亮于2008年就开始攻读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，并于2014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。2016年，张恩亮升任鹤岗市一把手，他以反腐先锋自居，公开喊话要同特权现象斗争到底。按照张恩亮的年龄以及他的晋升速度，多少做出点亮眼的政绩，很快便会跻身副部级干部。然而2021年5月，一封匿名举报信捅破了张恩亮的仕途黑幕。信中详细披露了张恩亮藏匿赃款的哈尔滨别墅地址，甚至明确提到张恩亮用 LV 行李箱装现金，在办公室收受贿赂等细节，并附有资金往来记录。举报人正是与其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女商人，而举报原因则是工程款分配不均导致反目。省纪委闪电出击，在其办公室搜出成箱茅台、金条和未拆封的100元大钞。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，张恩亮早在2004年担任团省委副书记时，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。他操纵工程，借招商引资之名接触商人，将市政工程变成提款机，通过黑河帮利益集团实现资金输送，设计工程、矿产、房地产3大领域，形成审批、回扣、洗钱闭环。他生活糜烂，与至少8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，部分情妇直接参与贪腐链条，部分情妇被其安排至国企或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持空饷，并耗资千万为情妇购买哈尔滨别墅，挪用3000万公款填补情妇关联企业的资金漏洞。他卖官鬻爵，在鹤岗、
张恩亮把人事任免变成批发市场，干部提拔明码标价，收钱办事成为潜规则。而张恩亮的升迁秘诀则是跑官买官和封建迷信。他花重金请大师调整市委大院风水，办公楼前的树栽了挖了栽。2016年调任鹤岗市委书记时，他带着从大师手里购买的转运法器上任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个刷学历的狂魔曾多次因买官和看风水被骗。经查，17年间，张恩亮的贪腐之路横跨团省委、黑河、鹤岗3地，合计非法获利1.07亿。1.07亿是什么概念？他能在鹤岗买下一条主街，不过这条街的名字叫监狱。2023年，张恩亮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